中东地缘冲突跟地缘政治的变化。那目前来讲的话，整个情势可能还会再拖一段时间。那虽然说有其他的大单位觉得是说，那如果说战火拖延6个月以上才会真正造成影响，我们没有那么乐观。只要再多拖1个月的话，全球供应链所衍生的问题就会正式的衍生出来。然后全球经济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就开始急速的恶化，跟 IMF 在4月份的那就是年会的时候，他们所做3种情境的预测的话，我们的思路基本上是跟它一致的，就是说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的话，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然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那就是说除了能源价格上涨之外，那另外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非常小心整个供应链所产生的一个连锁效应。那最后的话，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说粮食危机也正在酝酿之中，因为那就是说是化学肥料的一个，那就是说原料目前的供应受到影响，那现在又是北半球的夏天，必须要使用大量的肥料，那否则粮食生产会受到冲击。所以说这个的话，对于说后续来讲，必须要特别留意小心。那其次的话，就是美国经贸跟对外政策。那我们刚刚提到过，那就是说5月份它开始就会举行听证会，7月份开始实施301条款。那301条款的话，给它的弹性空间是非常的大。那就是说就是说在1980年代，新台币就曾经从1:32一口气升到25。就是说这就是301条款的一个威力，所以说到最后，在美国的一个强力式的要求之下、压力之下的话，的确很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影响。那再下来的话，就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动向，刚刚玉洁也跟大家分享过。那是因为就是说通膨的因素，那大家都在担心，那就是说未来各国央行为了抑制通膨预期心理，可能调整它的货币政策。那当然这里面的话也牵涉到美国。那美国的话就是说在川普任命Kevin Warsh。然后就说，作为接替Powell之后，他也昨天也通过，就是说度过了就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那一关，即将就是说在下个月11号就举行全院的投票，应该就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会顺利通过，可以赶在5月10号之前就正式接任联准会主席。Kevin Warsh 的一个上任的话，基本上就直接化解掉对于说债券独立性的一个疑虑，使得整个市场对于说美元资产的信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那为后续的话，那就是说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大概都会主要一个中性偏紧的一个状态。那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虽然说它计划的筹资的金额是750亿美元，但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的就是 IPO 案，比先前的沙特阿美的上市案规模还要更大。那750亿的筹资。那这时候就会使得说，在它 IPO 之前，许多的资金必须要流向美国，然后就是要参与这个认购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很多的资产就会开始出现一个移转，从就是说股票、债券，或者是说甚至从海外把钱汇回美国。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SpaceX 的估值大概在1.5到1.75兆美元。那如果说站在 S&P 500的，那就是说它的权重的话，大概是就是说3.5到4%左右。那一旦它就是说挂牌上市之后，很多被动式的 ETF 就必须要做配置。那所以说就变成是说它的这一个被动ETF 的话，它就必须要做配股的一个调整。那所以说对某些股票来讲，就会造成一定的一个排挤作用。所以说这一件事情的话，那大概就会在5月下旬就会逐渐开始发酵。那所以说就要请大家稍微小留意一下。但4月份大幅度的反弹回升之后，那5月中下旬，那随着事情的一个后续发展，又要开始提高警觉。那就是说要想办法要先增加手中的流动性，那避免就是说6月份剧烈震荡的时候，遭到不必要的一个损失。